长期较高的利率对股票和债券来说都是噩耗。随着关于何时降息的预测更加分散，年底前市场波动可能加剧，但一些投资者仍怀疑点阵图预测实际上不会成真。另外，英国央行意外维持利率不变，并透露有成员认为需要更大幅度降息。交易员下调对英国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压注，英镑闻讯跳水。最后我们观察到，纳尔首席经济学家表示，自2019年8月以来，成屋价格上涨了 46%， 供应量需要大约增加1倍才能缓和房价上涨。按揭贷款利率的变化在短期内对楼市产生重要影响，而就业增长将在长期内产生稳定积极的影响。同日的首申失业金数据创1月以来最低，也接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这是否代表美国房产反转讯号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美联储让利率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的计划，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给股票和债券带来压力，但一些投资者仍怀疑美联储是否会坚持到底。美联储周三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政策制定者强化了鹰派立场，预计年底前将进一步加息，并且到2024年的货币政策将比之前的预期大幅趋紧。从广义上讲，长期较高的利率可能对股票和债券来说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事件。与债券价格成反比的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近几个月已经飙升，目前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利率保持在高位，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会继续攀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对股市不利，由于有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美国国债被视为股票的无风险替代品。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 15%， 但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加速飙升，该指数一直难以再超越从7月底的高点。对基金经理而言，2022年股债双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美股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差年度表现，美债创有纪录以来最差年度表现，全球股债两市蒸发近40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2倍。周三，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后，标普500指数下跌 0.94%， 而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17年高点。鲍威尔表示，稳健的经济将使美联储能够对金融状况施加额外的压力，而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打击比以往的抗通胀斗争小得多。尽管如此，投资者仍对一系列近期风险保持警惕，这些风险削弱了经济软着陆的观点，即美联储能够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逐步缓解通胀，其中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和上周发起的汽车工人罢工、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以及学生贷款偿还恢复。增长不稳定的迹象可能会支持美联储比预期更早降息的理由。美国国债收益率已接近峰值，这使其看起来超级有吸引力。他认为收益率没有太大上升空间，因此作为长期投资者，你应该在当前水平上增加债券，并利用任何抛售来增加债券组合的持有。当然，过去1年对利率见顶的压注多次给投资者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强于预期的经济增长正迫使市场重新调整对2023年经济衰退的看法，并降低了对美联储何时会削减借贷成本的预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在我看来，利率保持高位的时间越长，软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政策制定者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限制性，硬着陆的可能性就会更高。英国央行意外维持基准利率在 5.25% 不变，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此前连续14次加息，自2021年12月以来累计加息515个基点。货币政策委员会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英国央行将在未来12个月内削减国债购买规模1000亿欧元，目标将国债存量在1年内减少至6580亿英镑。利率决议公布后，英镑对美元短线下挫近70点，现报 1.2248，
英国富时250指数抹去早前跌幅，交易员下调对英国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压注，预计峰值利率为 5.44%。隔夜指数调期显示，英国央行11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从利率决策前的 81% 下降至 64%。英国央行在2024年9月将利率降至 5% 的可能性，从利率决议前的 27% 上升至 55%。英国央行表示，将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实施足够的限制，以使通胀达到目标。如果通胀持续存在，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多数人提到劳动力市场放松。8月 CPI 数据和下降的商业信心，少数人认为通胀压力持续存在。8月服务业 CPI 下降可能反映了一次性因素。对于通胀前景，英国央行预计通胀在短期内将显著下降，尽管油价上涨，而服务业通胀预计将保持高位。对于利率政策前景，英国央行多数人认为决定保持利率不变是非常平衡的。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利率对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继续均匀地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期限内出售国债。计划在第4季度每个部分举行4次国债拍卖，每次计划规模为 6.7 亿英镑。英国央行还透露，一位成员认为产出下降的风险越来越大，将需要更大幅度的降息。根据决议基金会的数据，更高的利率一直令房主承压，他们面临着150亿英镑的还款危机，其中大部分尚未解决。几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一直警告称，政策滞后意味着英国央行已经面临过度紧缩的风险。瑞杰金融集团欧洲策略师表示，英国央行将银行利率维持在 5.25%， 令金融市场感到意外，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压力。毫无疑问，英国央行做出这一决定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经济的下滑。8月通胀率，尤其是潜在价格压力的急剧下降，这表明此前的加息正开始奏效。最近的调查显示，英国未来几个月经济将进一步疲软。此外，英国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已经提前看到了周五的 PMI 数据。周四，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8月成屋销售不及预期，创7个月新低。处于历史性高位的按揭贷款利率和供应紧张，是成屋销售继续低迷的原因。美国8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404万户，创7个月新低，不及预期的410万户。7月前值为407万户。8月成屋销售环比跌 0.7%， 预期为增长 0.7%。7月前值为下跌 2.2%。未经调整的8月成屋销售较上年同期下跌 15.4%。库存不足是制约成屋销售和推高房价的关键因素。由于当前的按揭贷款利率比2021年底高出2倍还多，许多已经锁定低贷款利率的房主不愿出售房屋，因此市场上的房屋供应量低于正常水平。分地区来看，西部和南部地区的销量下降，东北部地区销量保持不变，中西部地区的销量增加。有大约 72% 的成屋上市时间不到1个月便售出，表明需求强劲。8月份房产平均挂牌天数为20天，与7月份持平。成屋销售约占美国房地产市场销售量的 90%。在过户时计算，通常在过户前的1-2个月签订合同，因此8月份的销售数据主要反映了7月和6月的购买决定。新屋销售数据基于合同签署时计算，该数据将于下周公布。那儿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表示，自2019年8月以来，成屋价格上涨了 46%， 供应量需要大约增加1倍才能缓和房价上涨。按揭贷款利率的变化在短期内对楼市产生重要影响，而就业增长将在长期内产生稳定积极的影响。周四发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颇具弹性。美国9月16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20.1 万人，创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接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预期的 22.5 万人，前值为22万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